1840年6月，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不列颠帝国海军出现在广州外海，开启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序幕。中文世界的历史教科书还有 YouTube 网红皆重复讲同一套故事，那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直到1840年才由全世界头等的强国不列颠帝国打醒了这衰老腐朽的封建帝国。但事实绝非他们说的那样简单。事实上，1840年以前的大清已多少意识到有个名为英吉利的国家正在大清国的边境扩张。在民间，汉人士大夫也不断收集关于这个英吉利的情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真的对外一无所知吗？首先，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一个问题，那就是1841年以前，大英帝国是怎么在亚洲扩张的？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孟加拉取得殖民地。1795年，从荷兰手中夺走马六甲。1805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击败南边的马拉萨帝国，全面控制次大陆。同一时期，法兰西帝国横扫欧陆。1807年时，拿破仑攻占了葡萄牙帝国首都里斯本。为避免法国将触角延伸到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于1808年短暂占领过澳门。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挥军位于大清帝国西南边境纪念尼泊尔的阔卡王国。接着于1819年，大英帝国在新加坡建立起殖民地。这是鸦片战争前英国在亚洲扩张的梗概，但同时也传达一讯息，那就是英国的扩张环绕在大清的周遭。在如此的情况下，大清有可能没意识到有个国家拼命在他家后花园扩张吗？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以前，大清或多或少就意识到了这个只允许在广州做生意的英吉利国与南亚次大陆有某种难以厘清的关系。19世纪初时，没有卫星，没有网络，也没有常驻外国的大使，信息流通相当缓慢。中国唯一有机会了解关于英国信息的通道就是两处，一是广州，二是紧挨印度的西藏地区，只有从这两个地方才有机会认识到英国在海外的扩张行动。自古以来，中文对印度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最古老的约莫是天竺，在清代时还有所谓无印度以及受波斯文影响的温都斯坦之称呼。但除此之外，自19世纪初还有一来自英文的名称，能显示印度和英国的密切关系，那就是港角。所谓的港角翻译来源不明，但如果你去查查字典，约莫都会告诉你这一词汇对应的是英文的 country。在当时的广州，若指来自南亚大陆的商品时，即称港角。港角这词与大英帝国与印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816年，两广总督蒋优先上呈北京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该国国王之主家船20余只，及国人之港角船如期而至。这里的该国指的正是英国。这份报告说，英国国王主家，也就是殖民母国，有20余只船到广州。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港角，也就是印度的船来到广州。但英国和港角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然不明。蒋优先只能说，有英吉利国的国人在港角有船，所以可能有据点，但他们知不知道当时的港角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可能不太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能在后来的另外一份两广总督李鸿宾的报告中得到部分解答。李鸿宾报告北京，该彝人等言语不同，气息各异，如米利坚、港角、吕宋、荷兰等国，虽非驯服，上少雕玩，为英吉利国夷商最为桀骜。换言之，19世纪初的两广总督府虽然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英吉利国与港角有些许关系，但是还是认为两者可能还是彼此独立的，所以才会将米利坚、港角、英吉利、荷兰并列称呼。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分别于1803年与1808年从印度挥军澳门，意图趁葡萄牙被法国灭国之际，占领距离中国最近的殖民地。时任两广总督的吴雄光下令禁止英国人进行贸易，直到其退兵。吴雄光向嘉庆皇帝报告称，英吉利趁大西洋国，也就是葡萄牙国衰弱时，企图占领澳门。在吴雄光掌握的情报里，还称英军登岸的部队有760人，其中100-200人是英吉利移兵，其余尽是黑夷。
这是清国官方文档中首次出现关于印度士兵的记录。但对当时的嘉庆皇帝而言，这都是地方性议题，仍没有上升到需要帝国花精力去研究英吉利与印度之间究竟有何关系的程度。然而，在帝国的西南方却爆发了英国库尔喀战争。库尔喀位于喜马拉雅上边境的王国，也就是今天尼泊尔的前身。18世纪末，尼泊尔侵略西藏，爆发了2次中尼战争，结局是尼泊尔被大清军队横扫，库尔喀成为北京的朝贡国。这2起战役也被乾隆纳入他的10全武功之中。然而，虽然北京也承认库尔喀的朝贡地位，但始终认为库尔喀对于西藏而言是一巨大威胁。于19世纪初，时任驻藏大臣的蒙古人松云就说，库尔喀绝不可信，甚至说等到库尔喀来到穷途末日时，一定会向清朝求援，以为自己成了天朝属国，天朝就会派兵来帮忙。松云强调此举绝对万不可行，不能上库尔喀的当。实际上，当时库尔喀的确遇到很大的麻烦。自1796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从孟加拉地区向喜马拉雅方向扩张，要求尼泊尔臣服。而当时的库尔喀就百般向北京称，英国是个巨大威胁，如果库尔喀被征服了，那么西藏就会遭遇巨大的生存威胁。1814年，东印度公司大举侵略尼泊尔，库尔喀朝廷再次向北京求援。我们来看一下库尔喀是怎么说的。这是当时驻藏大臣满洲人胡图里寄给北京的报告，说库尔喀王宣称有个皮楞的政权正在打探地理信息，计划从尼泊尔一路进军唐古特，然后再进一步骚扰清帝国内地。首先，我们得先解释这2个名词。所谓唐古特指的就是西藏，而所谓皮楞原本是波斯语中的 Ferengi， 最早指的是法兰西，后来其意扩大为指涉今天的欧洲。中文在特定时期也使用弗兰基这样的称呼，就是受波斯文的影响。皮楞这词也是来自于波斯文的 Ferengi， 但是为藏语的音译版本，音译成汉字就变成了皮楞。换言之，某种程度上，尼泊尔王尝试威胁北京，说如果作为缓冲国的库尔喀被英国，也就是皮楞并吞了，那么他们下一个征服的对象就是西藏乃至整个中国内地了。针对这样的警告，当时的驻藏大臣怎么理解呢？胡图里说道，根据他所得的情报，这个皮楞在尼泊尔的西南方，从来不与西藏相通，双方没有仇隙，皮楞部落的人也从未到过西藏。胡图里判断不会有皮楞无故越境骚扰西藏的道理。但嘉庆皇帝仍然要求西藏方面必须严格监控尼泊尔与皮楞的冲突。1806年，根据嘉庆的指示，成都将军满洲人赛冲阿率四川军队抵达中尼边境。赛冲阿致信皮楞国王格沃尔泽尔纳里，这个格沃尔泽尔纳里就是 Governor General 的音译，也就是总督之意。成都将军赛冲阿的信经东印度公司译员翻译成英文，皮楞就被译为 English， 也就是英国。显然，英国方面很清楚皮楞的由来，也知道这是当时中国对他们的一种称呼。但是反过头来说，大清有意识到此皮楞就是在广州行商的英吉利吗？赛冲阿和其他在西藏的满蒙官员可能并没有将之联系起来。看到这里，各位应该也意识到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了。绝不是对外一无所知、闭关锁国这么简单而已。大清实际上一直对外部非常感兴趣，边疆大臣花了很多的心力收集外部的情报。但关键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所收集关于英吉利的情报，没能与西藏地区获得关于皮楞的情报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虽然大清拥有大量的外界信息，但真正影响其决策的是其情报处理机制，也就是没办法将英吉利、港角、皮楞等3组地理概念联系起来，从而意识到英国在大清周遭系统性的扩张。然而，随着时间接近19世纪中叶，大清对于英吉利与港角印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楚。19世纪初，中国沿海的知识精英与汉族地方官员逐渐发现，英吉利与港角印度之间有某种统治关系。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其任内重新编纂《广东通志》，这一份地方志很不寻常的加入了一新的书写范畴——外藩列传，其中讲述了西洋诸国的情形。在英吉利国词条下称，又不知何时占据北亚维利加之地，称加拿大。英吉利称欧巴之国，为本国雍正12年始来粤贸易，其地产脉所贸易连属之地，皆称港角，来博甚多，明确指出港角印度就是英吉利的属国。
此外，广东通志有一词条为望美，就是今天印度西边的孟买。词条中称孟买乃红毛所辖，红毛是英吉利的另外一个称呼。换句话说，阮元在19世纪初所编的广东地方志，不仅知道了英国控制了东边的孟加拉，还知道他们掌握了西边的孟买。除了广东通志以外，同时期还有不少著作显示出当时东南沿海的中国士大夫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比今天大家以为的多太多了。更不用说19世纪初，一些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也进到了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传教士 William Milne， 其汉名为米连，曾到广州研习中文，后来辗转到了英国治下的马六甲。1815年，他在马六甲领导发行一份汉文月刊《查世书每月统计传》，向中文世界的人介绍欧洲的新知识，同时介绍基督宗教，其中地理成了该刊物的一部分固定内容，向中文世界很好的传递欧洲的地理知识。这类刊物以缓慢的速度传到了中国沿海，许多汉族士大夫成了这类刊物的忠实阅读者。至1833年，另外一新教传教士 Karl Goldsloff， 其汉名为郭实烈，在中国创立另外一份新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同年的某一期刊中刊载了一份以中文标注的亚洲地图，在印度部分标注为大英国藩属国。这份地图将前述清廷一直没有理解的港角批认英吉利的复杂关系很好的理清。只要看过这份地图的人，就能很清楚的将在广州行商的英吉利人与印度港角批认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1830年代，更多这类欧洲传教士创办的汉文刊物册子，缓慢却有效的在中国东南沿海流行。郭实烈在一次记录中还说道，某些低层官员问了我国在亚洲的领土与哪些国家相邻，以及我国声威远至何处。一般而言，大官们对于不在天朝直接威压之下或相邻的外国相关事宜皆极为无知。他们惊讶于我国在印度之领土与中国的云南省只隔着些林和山而已，还对我们与他们那么近感到难以置信。显然，虽然当时绝大部分的官员对外的理解仍然有限，但很多官员、士大夫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发展感兴趣。这些少数对外感兴趣的汉族士大夫，在往后的鸦片战争中扮演了影响帝国决策的重要角色，其中一位便是林则徐。林则徐在1830年代曾担任过江苏巡抚，他当时就已经意识到鸦片问题和白银大量向外流出的严重性。林则徐当时大量收集了外部情报，企图了解究竟是谁在华卖鸦片，而他对于鸦片贸易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的误判，直接造成了1839年虎门销烟事件，以及在1840年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爆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下一期我们就探讨在鸦片战前，林则徐对于中英之间的差距到底有怎样的理解，林则徐得到了什么样的情报，让他有了强行经验的判断，以及中英第一次对决浙江外海的定海之战，敬请期待。